落魄谷中寒风吹，春秋蝉鸣少年归。大魂山处诗人泪，定仙游走魔向北。逆流河上万仙退，爱情不敌坚持泪。宿命天成命中败，仙尊回而我不回。仙谷，我终于成功了！这一刻，方圆心中欢喜的都要炸了。一切的努力，一切的冒险，得到了最心满意足的成果。白宁冰，你方圆，你也有中计的这一天。方圆，你怎么也想不到会有今天吧？方圆充耳未闻，回头望着白宁冰，白宁冰俯视着方圆，重新做回他。他的身材拔高，一袭长衫，银发飘飘，蓝眸深邃清冷，他宛若一座冰川，冷酷卓然。没有想到吧，方圆，最后而败在我的手中。从在青毛山上复活的那一刻，我就开始思考着如何恢复男儿身。和你朝夕相处的日子里，我被你牢牢控制，只能成为你的棋子，任你摆布。你不是我一生中最强的敌人，但我承认，你绝对是最可怕的。方圆啊，你是天生的阴谋家，又心狠手辣，可谓是绝世的枭雄。可我白宁冰也绝非凡俗之辈，怎么可能成为别人的附庸？你越控制我，压榨我，利用我，我无时无刻不想着如何脱离，翻盘逆袭。为此，我开始暗暗布局。白宁冰嘴角的笑意渐渐扩散开来。我要自爆，当然不是真的自爆。你不用养蛊的可能还是有的，所以我选择了冰晶蛊。你想到了，不错，我当初选择冰晶蛊并非因为赌气，而是雪女蛊化身雪女，形象明显，无法隐瞒。但是化为冰晶再加上冰爆蛊的话，却能营造出磅礴气象，极为类似北冥冰魄体的自爆。你看刚刚是不是把你瞒过去了？若非我练蛊分心，必定能察觉到其中蹊跷。你怎么可能如此轻易成功？不错，你行事诡秘，观察入微。我想到这个方法后，也觉得不妥当的很，有很大失败的可能。再加上当时出现了一个转机，我甚至一度想要放弃这个计划。白宁冰说的这个转机不是别的，正是毒噬蛊。方圆，我劝你乖乖的束手就擒。先在外面有我铁家奴道大师铁白旗统一狗群，群雄束手；大殿外又有铁家四老动用铁桂蛊、化气蛊，禁锢空间，无人能够潜入进来，只有投降才是你唯一的出路。这世间真是英杰无数，白宁冰，好一个白宁冰！我小看了你，栽在了你的手上。你赢得漂亮，算计的也极精巧。我麻痹大意，志在仙谷，让你得逞是我的错误。落魄谷中寒风吹，春秋蝉鸣少年归。大魂山处诗人泪，定仙游走魔向北。逆流河上万仙退，爱情不敌坚持泪。宿命天成命中败，仙尊回而我不
不敢当，我这次能算计到你，也是天时地利人和，意味相处。若换作是我，要一边练仙骨，一边算计群雄，绝不会有你做的这样好。白凝冰认真地回答道。但事已至此，成王败寇，我劝你不要再做无谓的挣扎。方圆冷笑几声，你们没有动手杀我，无非是想得到仙骨，知道它的效用，还有我脑海中仙骨的秘方。铁若男、铁木白等人死在我的手中，你只有拿到这仙骨回去，才能将功赎罪，否则就要被削去少主之位吧。不错，仙骨为一，重大至极，我拿回去是经世之功，甚至能得到家族古仙的栽培和赏赐。而炼制仙骨的秘方，现在也只有你一个人知道。若能献上去，我立即就是铁家少族长。至于你，古月方圆，我的确不会杀你。你能以区区凡躯炼成仙骨，这样的炼骨才华，真叫人刮目相看。只要你投降，我便会将你押入铁家镇魔塔改造。将来你悔过自新，出了塔后为铁家服务，为正道做出贡献，是弥补你罪孽最好的方式。镇魔塔，你说的真好听。你想要仙骨可以，我们不妨做一个交易吧。方圆一边说着交易的内容，一边静心倾听殿外的动静。他在拖延时间，眼下的局面看似绝境，实则还有生机。春秋禅的确是翻盘的好手段，但其后风险巨大，不到万不得已还不能去用。真正的转机还要落在殿外群雄的身上。单凭狗群、铁家四老是不可能一直将他们阻挡在外的，只要他们攻打进来，局面就是另外一番变化。该死的铁家，幕后黑手居然是你们！铁家老族长铁木白亲旨，是什么吸引的他？我们早该想到的。铁家就算是超级家族，也别想吃独食，仙葬人人有份。望着青铜大殿的方向，很多古尸气得双眼喷火，铁桂骨、化气骨形成紫色的光照，笼罩住整个青铜大殿。铁家四老各占据4个方位，严密把守，而铁白旗则站在大殿门口，居高临下，指挥着狗群。还真是难缠呐！这样不行，仙葬就要被铁家夺了。这是你们逼我的。4转聚光骨，5转爱光骨，5转江河日下。不好！挪移骨果然逃了，看样子他是用了挪移骨。就让他这样逃出去吗？你忘记有定心骨了？放心吧，就算是他跑到天涯海角，铁家四老都能将其擒拿。现在就让他出去逛逛，消耗他的真元和精力吧，省得我们动手了。哼，第2空窍骨就暂时给你们保管了，这笔账我会100倍的奉还给你们的。第2空窍骨虽然被铁若男拿了，但控制权还在方圆手中。他一手炼成的第2空窍骨，现在只要他心念一动，这只仙骨就会自爆毁灭。不过方圆不到万不得已，绝不会做这等傻事。这场争斗才刚刚开始，白凝冰、铁若男，你们给我等着！铁若男得了仙骨，必定成为众人攻击的首要目标，就让你们鹤蚌相争，我作壁上观，做那最后得力的渔翁。什么人？是小兽王，他好像是从青铜大殿中出来的。快，拦住他！他一定是夺得了部分仙葬。不好！落魄谷中寒风吹，春秋蝉鸣少年归。荡魂山处食人类，定仙游走魔向北。逆流河上万千回，爱情坚持泪。宿命天成命中败，仙尊毁，而我不毁。不好！小兽王，你往哪里走？快交出仙草！补一补。
小纣王，你还是留下来吧。金甲骨，不好，这是魔无天的柔情果。可恶，铁若男得了绝世仙骨，正在炼化。先躲一躲。这是什么？方言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没有用的，方言，你的左臂中已经被我暗中种下了定心骨，有着此骨定位，无极搜索就能破空捉拿，你逃到天涯海角都没有用处。这一场你已经输了，认命吧。你说什么？好你个白凝冰！前世当中，铁家四老就是凭借此杀招捉拿了孔日天，不想今生这一招用到了方圆他的身上。一旦被无极搜索定位，方圆不论逃到哪里，虚空中都会伸出锁链来捉拿。但没有定心骨的话，无极搜索就是无头的苍蝇，不足为虑。这只定心骨是铁家四老亲自给我的，并且训练了好长一段时间。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给你种下的吗？是在你为我灌输黄金真元，替我温习空窍的时候。神不知鬼不觉吧。哈，白凝冰，你真是太好了。方言，你中了无极搜索，现在你身上的蛊虫已经被封印住，连真元都调动不了一丝，你已经没有希望了。当然，你还可以调动意念，令蛊虫自爆，但我劝你不要这样选择。你是聪明的人，应该知道哪样选择对你有利吧。方圆低头沉默下来。刚刚他疯狂地催动蛊虫，但无极搜索并非浪得虚名，就算是无转的挪一股，也被封锁住，无法调动。一切都结束了，方圆，镇魔塔将是你的最终归宿，今后的余生你就在那里度过吧。白凝冰叹息一声，看着眼前大敌终于落网，他的心情十分复杂，似喜是悲。这些年来，感谢你带给我的精彩，接下来我将展开更加精彩的人生，而你将荣幸地成为这份精彩的组成部分。方圆缓缓仰头，他在心中叹息，涣散的目光却渐渐重新凝结起来。他还有翻盘的希望，他还没有输得彻底，因为他还有春秋禅。无极搜索能封禁无转骨，但是却禁不住六转的仙骨。没有什么好说的，这一次若成功还有希望，失败一切休提。他怎么还如此平静？春秋禅化为精芒一点，承载着方圆仅剩下来的一点意志，破碎虚空，来到这个世界中最著名的秘境之地——光阴长河。在这苍凉而又缤纷的河水当中，春秋禅如流浪的游子，回归到家乡，双翅震动，载着方圆的意识不断逆流而上。对于方圆来讲，这已经是他第3次催动春秋禅了。第1次他进入光阴长河没有丝毫的经验，第2次他无奈自爆，时间太短。这一次他有了心理准备，终于体会到逆流上的感觉。这种感觉是如此的玄气美妙，无数的光影好像是电影倒放，呈现在他的意识当中，仿佛是过了一个呼吸，又好像是漫游了无数年头。慢着，慢着，一切都好商量。我可以答应你，将正确的路径告诉你，但是你必须保证我的生命安全。我身上就有一只毒噬骨。成功了，我又成功了，再一次重生过来。落魄谷中寒风吹，春秋蝉鸣少年归。荡魂山处食人类，定仙游走魔向北。逆流河上万仙退，爱情不敌坚持泪。宿命天成命中败，仙尊毁，而我不悔。什么重生，什么又成功了？这家伙该不会精神不正常吧？不过话说回来，魔道古诗中疯魔的大有人在，倒霉，我居然碰到这样的一个疯子。这种从绝境中逃出升天，一切重来的感觉真是太爽，太美妙了。还好，只是力量用完了，陷入沉眠，重新汲取时间的力量恢复去了。这样一来，春秋禅这个内患就暂时解除了。方圆开始打量着周围，这明显还是在福地中。旁边的人是王潇，不远处还有一个人躺着，正是云家的少族长云洛天。他是被白凝冰消灭的，之后被地灵耗费仙元挪移了过来。一想到白凝冰，方圆再也笑不下去了。就是这个家伙，
筹谋良久，忽然反叛，令自己纵然练成了第2空窍骨，也功败垂成，陷入绝境。若不是有春秋蝉，若不是这次运气也很好，方圆就彻底栽了。不管是死亡，还是被关押进镇魔塔，都再无翻身的机会。魔道就是这样，犹如悬崖上走钢丝，一招不慎，满盘皆输，坠入山隘谷底，再也无力回天。自己真是大意了，一心想着凤金皇，想着炼制仙骨，反而忽略了身边潜藏的一头真魔。也是这白宁兵演的逼真，筹谋了数年，故意表现麻痹自己，然后陡然爆发。自己终究只是凡人，不是战无不胜的神啊！想到这里，方圆满嘴的苦涩。方圆他在进步，在勇猛精进的成长，白宁兵同样如此。这就是现实的残酷，也是命运的美妙。在这天地中，人人都是主角，人人又都是配角。白宁兵是北冥冰国籍，铁若男有铁家大背景，凤金皇3岁就在梦中寻得仙骨，而我则辗转挣扎，苦修数百年，练成了春秋蝉。天若有情天亦老，大道无情情之功。每一个存在都有问鼎的机会，就看如何把握，如何争锋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生来就是一辈子的配角，也没有人会是永恒的主角。万物相争，优胜劣汰，正是因为天下英杰的争锋，相互之间实力的碰撞，底牌优势的较量，才显得历史如此厚重精彩，世间如此丰富曼妙啊！念及于此，方圆胸中一阔，苦闷和仇恨，惊悸及悲喜，都化为烟云消散。他的心一片清明，魔的执着又令他双眼熠熠闪光。原来我是重生到这个时候了。按照上一世的发展，我是拷问王萧前往巫山的正确之路，可惜他至死都没有说，我无奈之下只好灭之，并用兽力胎盘骨吞噬了他和云洛天的空窍。现在最大的问题还是这只定心骨，我虽有手段能排除，但却需要大量的时间准备。要立即排除定心骨，除非白宁兵亲自回收，亦或者我斩去自己的左臂。不行，不能打草惊蛇，我侥幸重生过来，比起上一世，唯一的优势就是知道事情发展。我若将计就计，还能让铁家和白宁兵暂时为己所用。一旦断臂，不仅将铁白等人推向对立面，而且事情立即变化，超出前世发展的轨迹，我的重生优势就会丧失殆尽。但是如果不断臂，又该如何破除目前的绝境，展开绝地的反击呢？等一等，也许退一步能海阔天空了。可是这样做的话，风险更大。但真的能够成功的话，我的收获将更加巨大。想我堂堂一代魔头巨情，何时畏首畏尾，如此瞻前顾后？只要有一线希望，就该勇于出手；只要有滔天的利益，就该奋不顾身。富贵险中求，什么稳中求胜，慢慢积累，我就是要一步登天。无知入渊身未知，身死浮萍命难迟。千舟皆潮归海处，一苇轻波细浪颠。惊鸿四散鱼淘尽，唯有残帆傲此间。待到天开云雾散，负手之望向苍天。白宁兵，将你手中的蛊虫都交给帝灵。为什么？这些狗群不是我指挥吗？帝灵也能运用蛊虫，指挥起来自然比你更有把握了。年轻人，我既要调动仙元辅助你练蛊，又要分心指挥狗群御敌，恐怕力所不及呀。无妨，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？群敌当中我也有棋子，这里有足够的原石给你驾驭狗群之用。那就按你说的吧。
霸龟虽迟疑，但想想方圆的秘密身份，终究还是答应下来。因为几天前方圆放出春秋蝉的气息，直接告诉霸龟他是未来的古仙，通过春秋蝉重生回来的。至于你，白宁兵，跟着我吧。我练蛊的时候，身边得有个值得信任的人来防卫。哼，那随你，只要你不死，练蛊失败还是成功，也不关我的事情。你还在等什么？时间可不多了。宁兵，稍安勿躁，有些事情是急不来的。哼，这方云又在打什么鬼主意？他剥夺了我的指挥权，难道是怀疑我了？不可能，他将我安排到殿内，可见还是信任我的。我还要再忍耐。可恶，没想到统领狗群的不是白宁兵，这下很难进去了。不过幸好我们也留了一手。铁白起已经秘密到了三叉山。又过了片刻，方圆却还在休息，不见动手。这次就连地灵也忍不住传音，催促方圆练蛊，但方圆一再推迟，丝毫没有动手的迹象。不知道犬王传承被谁拿走了，还剩下2道传承，我们这些小人物恐怕也没有机会了。不过真是奇怪，这次传承几位武转蛊师都没有一位出来，是怎么回事？是啊，犬王传承被继承了，但为什么其他人也没有出来？他们是被滞留在福地当中，这片福地已经接近溃灭，过不了多久就会门户大开，任由我们随意进出。是萧芒大人。太光谷、天翼谷、空泉谷。冲吧！福地中的一切都是我们的。就是这样，一群白痴。原来你是等这场震动过去，好险！如果在练蛊的过程中受到这样的巨大干扰，后果真的不堪设想。你果真不愧是重生的蛊仙。我不仅是蛊仙，也是未来你的主人。法龟，你要清楚，只有我才是炼成仙蛊的最佳人选。你越配合我们炼成仙蛊的可能就越高。接下来我记得还有2次震动，我们都要尽量的避免。好了，现在我们开始炼蛊。不好了，门外的那些蛊师开始一起进攻了，我们练蛊要来不及了。稍安勿躁，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。我感应到有人进来了，我来拦住他们。法龟，你不要逞强，你一边指挥犬群，一边还要调度仙员辅佐我练蛊，怎么能再分心？白宁兵，接下来就看你的了，你给我挡住他。方远，我快支持不住了，你到底还有多久？给我坚持住，我还需要大量的时间。我死了，你也活不了，我不行了，方远，我支撑不住，唯有自爆了。你尽量支撑住，不到万不得已。来不及了。这是什么蛊？无知入渊，身未知，身死不平，命难时，千舟皆潮归海处，一尾清波系浪颠。惊鸿四散鱼淘尽，唯有残帆傲此间。待到天开云雾散，负手之望笑苍天。方圆勉强转头望去，只见大殿已经成了一片冰雪的世界，白宁兵浑身已变成冰晶，一如青毛山时自爆刚开始的情形。白宁兵，白宁兵！先前的第2孔巧尾蛊只能存在7天7夜，并不是很稳定，但这只新蛊居然能够长存40年。白宁兵，你演够了吗？与铁家的合作还愉快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上架城中，你故意拜于岩突，得到素手医师的帮助，摆脱毒誓，又暗中联系铁若男，在三叉山上又和铁家4老一起布局，这一切，你以为我会不知道？
方圆究竟是怎么发现这一切的？我明明都做得很隐秘，这么说来，他一早就冷眼旁观，看着我自导自演吗？不对，我明明成功的种下定心蛊了啊！方圆，你这个魔头，就算是你发现了又怎样？今天你插翅难飞。你是指这只定心蛊吗？如果我斩掉臂膀又如何？铁家四老眉头顿时皱起。方圆一旦斩掉左前臂，就算他们4个动用无极搜索，也只能擒回方圆的左前臂罢了。按照他们对方圆的了解，牺牲左前臂对他这样心性狠辣的人来讲，根本不算什么。方圆，你不要虚张声势了。就算你识破了我们的布局，又能如何呢？店外的狗群肯定挡不住群雄，过不了多久，他们都会冲进来。你能保得住仙蛊吗？更关键的是，你的仙蛊还没有练成吧？你还有机会练成吗？只要你贡献出手中的仙蛊半成品，归还老族长的蛊虫，进入镇魔塔改造，还能留得一条性命。方圆，你是个聪明人，你应该清楚自己的处境。我当然清楚我自己的处境，而且我更清楚你们的处境。仙蛊的确没有大功告成，但也因此我保留下了大批的仙元，足够我绞杀了你们。没有用的，灭了他们，仙元必然损耗过多，再不能支持接下来的炼蛊了，还有时间上也来不及了。福地漏洞太多，不久之后就会彻底崩溃，烟消云散。年轻人，你计算严重失误，我们的仙蛊已经炼制失败了。炼制仙蛊，没想到居然这么热闹啊！方圆，严军少族长既然到了，其他人还会远吗？今天你输定了。我会输吗？这次炼蛊可不算失败。难道方圆要以阳谷相逼让我死战？那我又该何去何从？宝龟，你还想不想练成第2空窍蛊？什么？难道你还有办法？这次炼蛊的确是失败了，但这种失败只是暂时的，我们还有希望。这话怎么说？宝龟啊，你还记得人祖传第2章的第3节吗？你是说不行，还差2个条件不能满足。首先，你需要太古的荣耀之光。你看，光来了。青铜大殿外，这光正是萧芒的杀招天瀑光河。他想干什么？方圆。在铁若男、白凝冰等人惊诧至极的目光中，方元飞这双翅迎着天瀑光和扶摇之声。那是什么东西？金光闪闪的，好像是一头大鸟。不，那是一个人，仿佛像是黄金浇筑的战士。时不我待，地灵柱，神游谷，碧空谷。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？竟然直接迎着杀招飞上去了。小兽王这是想不开吗？不对，我很了解他，方圆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极有深意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们不能让他得逞，必须要破坏。四老明白，无极搜索。现在才反应过来，晚了。神游谷忽然飞起来，一口将定心蛊吞下。吃了定心蛊后，便钻进中空的碧空谷中，迅速地结成了一个残茧。居然有个怪人盯着我的杀招飞上来，他究竟想要干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他好像在练蛊，居然在杀招中练蛊，真是胆大包天啊！我想起来了，这样的情形在人祖传中记载过。不错，太日阳蟒为了炼成仙蛊定仙油，挥动双翼，沐浴在荣耀之光中，飞向太阳。这人是怎么回事？模仿太日阳蟒，居然不顾性命。他难道也是想炼成仙蛊定仙油吗？定仙油？他真的在炼制定仙油蛊吗？想不到我风天宇居然有幸能看到炼制仙蛊的场面啊！一瞬间，方圆的身影成为所有人目光的焦点。居然想借我之力炼成仙蛊！但方圆又岂会没有料到这点？他将2只3更蛊扔进蚕茧中，对着蚕茧催动，顿时时光加速9倍，仙蛊气息暴涨。没有用的，如此加速只是饮鸩止渴。仙蛊孕育太快，稳不住气息，必然自爆而毁啊！但方圆怎会没料到这点？他取出一种蛊虫，此蛊其貌不扬，好似灰石圆片。何蛊？百战不殆也。百战不殆蛊，无转消耗蛊虫，一旦用之，便能令蛊师一次炼蛊必成。下一刻，风天宇惊呆了，狂喜的嘶吼起来：“这不可能！
也因他感受到仙骨的气息，竟然奇迹般的稳定下来。蚕茧破开，飞出一只绿光莹莹的翩翩蝴蝶。定仙有骨，岂不闻天无绝人之路？只要我想走，路就在脚下。即便黑官死运加身，强敌环伺，大风隔绝一切，但天无绝人之路。几个月的时间一晃而过，运河挖通，横贯东北，白茫茫一片的水泽，顺着宽阔的河道奔腾滚滚，一路泛起万千浪花。在方圆的秘密指示下，严勇带着100多位士人，伤痕累累地返回南方的家园。主人，我们拿这些云朵怎么办？不用管他。方圆看了一眼云海，就收回了目光。云海的出现，他早有所料，只是细枝末节罢了。如今的重点还是第6次地灾。数月之后，今天便是第6次地灾降临之日。狐仙福地，狐群集结成千重军阵，紧紧地包裹着荡魂山。方圆背负双手，矗立在山巅之上，仰望着天空，满脸的凝重。每一次地灾都会越来越强，对于福地和古仙都是生死攸关的严峻考验。方圆执掌福地时，只剩下1年零3个月的时间，这时间实在太短了，他只能尽量准备：一是凿开运河，调和水火；二是栽培狐群，大力繁殖；三是留着定仙有骨，随时准备撤退。来了。看这架势，应该是荒兽之灾。地灾有无数种，其中有荒兽成灾。福地中会出现1头或者多头荒兽，一起攻击福地，在福地中翻江倒海，尽情破坏。如果不及时的剿灭他们，在广阔的福地也要被他们破坏毁灭。可恶，还真是荒兽！但愿这头荒兽身上没有仙骨寄生。荒兽若是身怀仙骨，战力可远超普通的古仙。泥沼蟹，幸好狐仙福地中仙源充沛。早在泥沼蟹刚刚出现时，地灵就动手，施加天地威力，禁锢了他一身的蛊虫。仙骨才是影响整个大局的关键因素，超凡脱俗，福地根本禁锢不住。去。果然是泥沼蟹，它可以随时随地自我授予，生出无数的小螃蟹，形成大军。可恶啊，这样下去也不是办法。你能把它挪移走吗？我试试看。嘿，成功了。主人，刚刚我足足用了1颗青提仙元。无妨。半盏茶的功夫，泥沼蟹再次冲杀近前，地灵不得不故技重施，将它挪移走。又是1颗青提仙元损失了，小狐仙肉痛无比。方圆也是，狐仙福地中所有的青提仙元只有78颗，方圆用掉1颗，喂养了定仙有骨，如今又用掉2颗，挪移了泥沼蟹。他将来还得用这仙元来炼骨，来经营整片福地。要用到仙元的地方很多，但狐仙已经不在了，这些青提仙元就是无源之水，用多少就少多少，不能补充。哼，没有泥沼蟹，就凭你们怎么敢的？开放出荡魂山的部分威能。是，主人。可惜荡魂山的力量是对魂魄的伤害，荒兽魂魄强大，足以支撑一时半刻，不能让它到达荡魂山，破坏这片珍贵的秘境之地。美男电影。岂不闻天无绝人之路？只要我想走，路就在脚下。即便黑官死运加身，强敌环伺，大风隔绝一切，但天无绝人之路。刚刚那一下，若不是地灵及时挪移，
恐怕我就栽了。魅蓝电影见没有偷袭成功，恼羞成怒，对准荡魂山不断冲撞。这段功夫，地灵又挪移了泥沼蟹2次，总共在他身上损耗了5颗青提仙元。叫小狐仙气馁无比的是，这只荒兽浑身只是小小擦伤，步伐仍旧稳健如初，根本就是一块啃不动的骨头。不管是魅蓝电影还是泥沼蟹，他们的最终的目的都是毁灭整个福地。不好了，主人，福地出现了漏洞。把漏洞周围的福地都割掉。可是这样做就等于彻底的舍弃，再也不能恢复过来。去吧。福地变小了，仙元也损失了好多好多。别哭了，如此拖延，到最后还是无用的。唯一的希望就是扼杀掉这2个祸端。可是我没有用作攻击的仙骨，哪怕是5转骨打在泥沼蟹的身上，短时间难以见效。为今之计只有一赌。这个时候，真正能够改变局势的只有仙骨。方圆虽然有2只仙骨，但都没有攻击之能。不要再挪移了，让这头该死的泥沼蟹攻上荡魂山吧，全部开发荡魂山的威能。不好了，那头魅蓝电影正在大肆的破坏北部天地，造成大量的漏洞。地灵，先把泥沼蟹向外挪移3000步，这个距离荡魂之力正好可以造成伤害。是。接下来将整个北部地域全部舍弃。那可是福地的1/6啊！主人，这不妥吧？快照我说的做。总算是解决掉一个麻烦了，应该是落到外界中州里去了。若换作平时，魅蓝电影魂魄无伤，绝对能及时反应过来。若不是此刻他疯狂的攻击天地，导致精力散漫，速度下降，必定也能迅速脱离。整个荡魂山仍旧在不断的震荡。荒兽泥沼蟹的魂魄是如此强盛，硬是强撑着对荡魂山不断的冲击。越靠近荡魂山，荡魂之力就越是强劲。小狐仙不得不一次次的将泥沼蟹挪移出去，拼到现在就是看双方的底蕴。如果荒兽魂魄底蕴深厚，将荡魂山推倒，就是方圆溃败；反过来，若是荡魂山屹立不倒，那就是地灾的失败。力量，我需要更多的力量。为什么不断的成长？面对这天地，命运还是如此的弱小呢？那就继续成长，不断的变强，更强，再强。不久后，泥沼蟹的动作渐渐迟缓，最终他瘫倒在荡魂山的半山腰上，没有了气息。第6次地灾终是勉强撑过了。主人，我们损失太惨重了，丧失了100多万亩地，仙元只剩下68颗，470万的狐泉只剩下31万。没事，福地保住了。就是保住了希望，荡魂山也没有他毁。更令我们有起步之责，虽然损失了100万亩的广袤土地，但是短时间内我们也用不到这些，并不妨碍我们的发展。你看，过不了多久，荡魂山上就会长满了胆石，我们又能控制了10人一族。最关键的是，那道魅蓝电影被驱逐走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就可以毫无顾忌的经营，狐仙福地将会再次繁盛起来。主人说的话也有道理。不过真是可惜，泥沼蟹身上寄生着大量的蛊虫，如今也都被荡魂山消灭光了。庆幸吧，这头荒兽身上没有仙骨，否则我们就未必能站在这里了。地灵，你把战场收拾一下，泥沼蟹可要保存好，我就下去休息了。好的。失败和耻辱会使人进步，没有失败是淬炼不出一个成熟的男人的。我们既然意识到自己的渺小，那就更应该变得强大。主人，这里有3封信，是地灾那天有人从漏洞里塞进来的。3转电文纸鹤骨，5转传信青鸟骨，3转飞剑传书骨。凤九哥想替他的女儿凤金皇约战，你想战，我就要战吗？不过这封信中，这对父女似乎将我当作仙鹤门的弟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原来是剑医生这厮，此人最擅长的就是偷袭，最讨厌的就是吃亏，十足的真小人。他明明知道我还是凡人之躯，却以一介古仙的身份约战我，偏偏还说得如此理直气壮，标榜公平，这厮果然还是和前世一样无耻。
怎么，方正他还活着？早岁已知世事间，人事虽苦，大人间。耸入云的天梯山高达100万丈，它位居中州正中央，是传承之地，圣贤之山，古时更是仙凡之地，可以上达天庭。仙鹤门的一群精英弟子，如今站在天梯山的山脚，已经等待了有半个时辰。我们还要再等多久？这个方圆未免也太端架子了吧！小声点，他可是古月方正的亲哥哥，如今更是狐仙福地的主人。说起来，方正的这个哥哥真是太厉害了，居然连凤金皇、萧七星、殷生机这些人都战胜了。这有什么？如果我背后有一位门派的太上长老支持我，替我催动定仙有骨，我也能夺得福地啊！还是我派的长老们有谋算啊！表面上派出方正吸引火力，实际上真正的杀手锏是他的哥哥方圆。仙鹤门为了将这件事情做真实，对门派中的弟子们都撒了谎。仙鹤门的弟子们这才知道，原来自家门派当中还有一位古月方圆的存在。身后的议论声不断的传入方正的耳中。方正站在人群的最前方，目光沉郁，仰望着天梯山。这些天来，他如行尸走肉，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过来的。为什么哥哥那样的聪明，而我却蠢笨？为什么我那么的努力修行，却仍旧败在方圆的手中？为什么在南疆时如此，在中州时又是这样？难道我古月方正这一生都要活在他的阴影之下，永远都战胜不了他吗？方正每每想到这里，心中都充满了无比的痛楚。如果方圆到时候真的成为了长老，那他方正今后见到这个大仇人，反而要躬身行礼，这样的人生还有什么趣味，还有什么意义？师父，难道我所做的一切努力都是毫无意义的吗？方正，你要端正心态。仙鹤门为了狐仙传承，牺牲了很多，其中甚至包括一只仙骨。为了门派，我们应该从大局出发，暂时的放下个人的恩怨。方正，你要明白，是仙鹤门培养了你，如今门派需要你做出一些牺牲，你要有大局观啊，不能忘恩负义。我的好徒儿，你要按捺住自己的复仇之心，小不忍则乱大谋，你就把它当作是一场心性的磨砺吧。见到你哥时，千万不要出手，在福地中，你万万不是你哥的对手。师父，你是说让我把这个当作磨砺？我尽量吧。方正，你也不要过于纠结，方圆的日子也不好过，福地有地灾，地灾之危你是想象不到的。你哥哥就算有仙骨，也终究是凡人。地灾开始了，这么快就出现了漏洞，将电文纸鹤骨飞进去。帝灵，打开福地门扉，将我那愚蠢的弟弟挪移过来。是，主人。这里是狐仙福地。我可爱的弟弟，想不到居然能在中州见到你。你，古月方圆。方圆，你个丧心病狂的恶魔，连见我的勇气都没有吗？我亲爱的弟弟，想不到你还是这般的愚蠢。不管我动不动手，他们的下场都没有活路。既然如此，为什么我就不能活着？没有我的反击，你以为你会被人带回中州？相反，是我救了你啊！我可是你的救命恩人。歪理邪说，无耻至极。方正，我的弟弟，你可真是令我失望。这些年来，你一点长进都没有，你的修为再高，也不过只是个别人的棋子罢了。这世间的路都是人走出来的，但个人有个路，别人的路纵然再宽广，也未必适合自己。各位道友，实在抱歉，大爱仙尊剧情版就到此结束了，之后可能会做一些精彩片段版。方圆大人，我风天宇才落过一集啊！哥哥，我才刚出来就没了吗？荒草丛。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由炼天魔尊点给大爱先生的年轮。他说：“落魄谷中寒风吹。”拉出去。是。春秋蝉鸣上我，山住食人类。哼。草丛是你的心上，早已我的安稳，但你陪着我了心的梦，走着一阵阵远路，人间
密麻麻是我的自尊，手开一次次离分，我承认曾幻想过永恒，可惜从没人陪我，活着虚伪。